楚风也不客气，取出一个乾坤袋，不仅将虚空之上所有修炼资源收走，也将那长老递过来的神兵收了起来。那报酬就这么定下了，接下来的每个阵法都是这个报酬。楚风将乾坤袋收好之后说道：“你疯了吧？”黄府天族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夫应你。可那位长老却是直接应下，心中暗道：贪心的小鬼，老夫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命拿没命花。还是这位长老明事理，那你们留人在此催动，咱们去上一层。楚风笑容灿烂，可在黄府天族人的眼中，他笑得很憨，像个找死的愣头青。随后，楚风便带着黄府天族的人马来到了太古血脉塔的第3层，并且因为消息传得快，越来越多的黄府天族族人追上了楚风，就连原本已经到了10几层的黄府江心以及黄府江月，还有那黄胡子长老等人，也都在问询之后来到了第3层。当黄府江心等人听闻了楚风的狮子大开口之后，那也都是满眼的怒火。小子，你若找不到那阵法，我会让你死得很惨。黄府江心不管那么多，当众便威胁起楚风：哟，这不是唤醒太古血脉塔力量的那位吗？你也没看懂啊？对于黄府江心的威胁，楚风也不生气，反而笑眯眯地问道：你在说什么？黄府江心问：我说那雷霆球你也没看懂啊？我见你之前看得挺认真啊。唉，我也是多余疑问，你肯定是没看懂，你若是看懂了，岂会质疑我？毕竟我带的路可是非常的准确的。楚风说道：找死！黄府江心岂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真神境的威压直接压向了楚风，不过那威压还未靠近楚风，便被多道威压压了下去。不仅是黄胡子长老等人出手，就连其姐姐黄府江月也出手了。别冲动，此人留着还有用。黄府江月暗中说道。可黄府江心却不管这些，而是当众道：姐，你真信他啊？连咱们都看不穿的东西，他岂能看得穿？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恰巧发现了那阵法而已，便利用那阵法来骗我黄府天族的好处。唉，黄府江心此话一出，外面的黄府战天摇了摇头，难怪族长那么喜欢圣宇那小子。这黄府江心抛开血脉不谈，这脑子真是不灵光。嚣张跋扈可以，但也要分场合。在已知道外面之人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时，还如此嚣张跋扈，便是没脑子了。感叹黄府江心的鲁莽和愚蠢之际，黄府战天又将目光凝聚在楚风身上。这小鬼到底什么来头？他目光若有所思，可越想越是觉得不安。若楚风所言属实，真的看穿了连他们都看不穿的雷霆球体，那这太古血脉塔被唤醒，到底是不是他黄府天族的功劳？毕竟这个不知来路的小鬼也是天级血脉，不会，一定是我想多了。但他很快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刚刚涌现出的猜想。在这里，怎么可能有比他黄府天族更强的天级血脉？楚风轻车熟路，遇到分岔路口都没有半点纠结，每次都是果断地选择了一个方向，就好像他已经来过这里无数次一样。起初莫说黄府天族的人，就连太古血脉塔外的围观之人也是表示怀疑这个家伙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直到楚风停下，对着面前什么都没有的虚空捏动奇特法诀，下一刻，席卷太古血脉塔的阵战再度浮现，那座磅礴阵法已是出现在众人眼前。这一刻，所有注意楚风的人都呆住了。尤其是身临其境，就在楚风面前的黄胡子长老、黄府江月以及黄府将心等人，他们最能够感受到那阵法所带来的威慑力。面对那阵法，他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抗衡。可楚风却正在凭借一己之力来对抗那座阵法，如第2层的阵法一样。这第3层的阵法虽然浮现之时展现出了恐怖的威慑力，可楚风并未花费太久，便将这底座阵法压制成了铁片的模样。给我好处，咱们去第4层。楚风将手伸向了黄府天族族人。早就准备好了，小友看看可还满意？黄胡子长老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接过乾坤袋，这里面不仅有一把神兵，修炼资源竟比先前第2层那些人凑的还要好上不少。还是这位长老大气，楚风也不客气，将乾坤袋收了起来。不必客气，这是小友应得的。只是小友，老夫很好奇，不知你是如何从那雷霆球体中窥探出的这些？黄胡子长老笑眯眯地问道。倒也不愧是能到这个位置的人。不仅仅是修为，他的心性也远比之前的那个长老以及黄府江心强得多，甚至他故意多给楚风一些好处，就是想换取一些楚风的好感，从而来进行询问。就是正常看的。这位大人，你们是真的没看出来吗？楚风问。黄胡子长老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莫非我是天选之人？楚风说话间故意看了黄府江心一眼，但旋即又哈哈大笑，开玩笑的，走吧，下一个。话罢便向第4层走去。第4层，楚风也是轻车熟路，很顺利的便找到了那阵法。太神了，这家伙面相普通，怎么如此利奥德？他真的是第一次进入太古血脉塔吗？这家伙到底什么来路啊？对了，他身后还有一个天龙界灵师撑腰，莫非是7界仙宗的人？7界仙宗的人怎么会有天级血脉？依我看，搞不好在咱们这世界内还隐藏着除了黄府天族与7界仙宗外第3个庞然大物，此子多半就是此地之人。有道理，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如果说之前还有质疑，那么当第4层的阵法也被楚风解决，所有的质疑都打破了，人们开始想象起楚风的身份。就连黄府天族的人，除了观察楚风之外，也时不时的看向界善仙一眼，甚至就连7界仙宗的人也开始猜测起界善仙的身份。
毕竟他们已是知道楚风与界善仙乃是一起的。宗主大人，那女的也就算了，怎么那个小鬼也如此了得？莫非他们真的来头极大？七界仙宗的人尽管就站在界善仙身旁，可却也开始暗中向他们的宗主询问起来。可七界仙宗宗主却是一言不发，只是目光也与其他人一样，一直紧紧地锁定着楚风。接下来，楚风每解决一座阵法，便会得到一个乾坤袋，那里面都有一把神兵以及相应的修炼资源。而楚风破开阵法之后，皇府天族便会派大量人手去用血脉之力淬炼那化作铁片的阵法。皇府天族原本的计划是自己寻找力量的，毕竟他们也有着一定的经验。可因为楚风的出现，他们也是改变了策略，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按照自己的思路寻找好处。眼下，大部分皇府天族族人都在围绕着楚风所发掘的阵法。终于，在第98层的阵法也被楚风解决。黄胡子长老也将准备好的乾坤袋递给了楚风。这位小友，还不知你叫什么？黄胡子长老问道。楚风。楚风说道。楚风。闻言，黄胡子长老以及皇府天族的其他人皆是神色微微变化。这个名字他们自然早就听过，但他们并没有将眼前之人与那个9天之巅的楚风联系到一起。首先长得不像，其次他们也不觉得那个楚风能够进入到这里来。何况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之人数不胜数，就连没有血缘关系，身在不同国度但却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有。同名同姓而已，自然这也没啥稀奇的。若是没事，我便先走了。楚风说道。走，去哪啊？皇府江心凝声问道。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这些阵法也都归你们所有了，我去哪还要你们管吗？楚风问。皇府江心早就看楚风不爽，眼下楚风已是完成任务，还敢顶撞于他，他便动了杀心。见状，黄胡子长老赶忙开口：楚风小友，据你观察，将这些阵法全部淬炼好之后，还应当如何做？将所有阵法拼凑到一起，我只知道这些。楚风话到此处，看向皇府江心，你是不是想杀了我？可还不待皇府江心回答，楚风便再度开口，且目视所有人，包括那黄胡子长老。不仅是他，你们都想杀了我，毕竟我拿走了你们那么多神兵。闻言，黄胡子长老笑了笑，楚风小友多虑了，我皇府天族向来注重诚信，既然答应了与你合作，自然不会做出如此事。虽然楚风说中了他的内心所想，可他自然也不会承认。若是这样，那我要走，不会有人留我吧？楚风问。当然不会，楚风小友请便。黄胡子长老说道。那便告辞了。楚风抱拳施礼，便离开此地。真让他走？皇府江心道。此刻，黄胡子长老都无奈了。明明都告诉过他，外面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可这皇府江心却还是直言不讳。可毕竟是如今，皇府天族血脉天赋最好，又是皇府天族族长的亲儿子，黄胡子长老还是暗中回复道：少爷放心，给他的乾坤袋中放了不少定位符，他根本就逃不掉。只是外面之人能够通过我们的唇语解读我们的说话内容，有些事还是不要当众说为好。哼！皇府江心不屑地轻哼一声，但却也选择了暗中传音：一群杂鱼而已，何必在乎他们看法？就应该杀鸡儆猴，让他们知道敢对我皇府天族不敬是怎样的下场。黄胡子长老则是回道：不能做得过分，乃是族长大人的意思，况且还有皇府战天大人监督，咱们自然不好违背。但我皇府天族绝不会吃这种哑巴亏。此子胆大包天，贪得无厌，竟敢趁机敲诈我皇府天族。待得太古血脉塔之事解决，老夫便将此子抓来，任由少爷处置。我会让他生不如死，跪在我的面前求着我杀了他。黄府江心暗中说道。楚风，他们肯定恨死你了，一定不会放过你。淡淡说道。那是一定的，不然在我乾坤袋内放那么多定位符做什么？楚风说道。那些定位符虽然隐蔽，融入修炼资源之中，可自然瞒不过他的观察。接下来，楚风还在第98层徘徊，外面的人们也依旧关注着楚风，他们都想看看楚风还想做些什么。可楚风忽然捏动法诀，消失不见。他去哪了？这让皇府天族位于太古血脉塔外的人下意识的便感觉到了不妙，甚至不少皇府天族之人也以界善仙为中心，在界善仙的四周安插忍兽，将界善仙的逃跑路线封锁。毕竟他们早就知道界善仙与楚风是一伙的，不仅楚风别想走，界善仙也是别想走。看来皇府天族的人不会轻易放你们离开了。七界仙宗宗主察觉到了这一点，暗中对界善仙说道：就怕他们拦不住。界善仙说道：你觉得那位小友去哪了？七界仙宗宗主问。不知道。界善仙回道。见界善仙不愿与他讨论这些，七界仙宗宗主也不再多问，但却将目光投向了太古血脉塔的最顶层。他觉得楚风既然都知道了那些阵法隐藏的位置，也知道如何征服那些阵法，那必然也就知道太古血脉塔内更多的秘密。也许真正的秘密就藏在太古血脉塔的最顶层，但也不一定，因为99层也有一个位置是外面的人看不清的。可查探到第99层的进入方法，皇府战天暗中对皇府天族长老问道。他也与七界仙宗宗主想的一样，觉得楚风不是进入了最顶层，就是进入了第99层那片他们看不到的区域。只是奈何他皇府天族虽曾多次进入过太古血脉塔，但却并不知道如何进入第99层。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们倒是有机会寻找到进入第99层的方法。
这也是为何明明意识到楚风所发现的阵法极为重要，且需要大量天级血脉者以血脉进行淬炼，却并没有将全部的黄府天族人集中到那些阵法面前，反而是始终留着一部分人探索的原因，还没有寻得进入第99层的方法。只是长老给出的情报却让黄府战天十分无语，真是没用。黄府战天只得心中怒骂，但骂归骂，其实就算他自己进去，他也没把握找到进入第99层的方法。至于楚风，进入了一个结界隧道，结界隧道很短，楚风几乎刚刚进入便出来了。但楚风出来之后，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座恢宏的宫殿，而这里当真就是第99层，那世人所看不到的位置。兄弟，你怎么才来啊？楚风刚刚进入这里，便有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不用看也知道是王强，让黄府天族的一群傻子给我做苦力。楚风说道，有这好事，岂不是要细细说来？王强一脸好奇，简单的说，想拿到此处力量，需要庞大的血脉之力，但又与唤醒太古血脉塔不同，唤醒太古血脉塔需要的是质，而现在黄府天族之人做的需要的是量。我若自己来，一时半会还真搞不定，反正他们人多，就让他们帮忙我弄。楚风说道，他们愿意帮你？王强问，怎么可能帮我？他们自以为是我怕他们，将好处让给了他们，实际上所有阵法皆已被我留下了印记，他们现在完全是为我打工。楚风说道，我擦，那他们知道真相，不是气死了？看来与黄府天族的怨势必须要结下了。王强道，也不一定。楚风道，这还能不一定？王强一脸费解，是啊，事情无绝对吗？楚风故弄玄虚的笑了笑，旋即道，对了，兄弟，怎么没有破阵？他早就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并且他也看得出来，这里的阵法破解起来不难，难的是后面的考验，而他觉得王强是多半能够挑战成功的。这不是想等你吗？有好处一起分啊。话说兄弟，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啊？王强问道。这里隐藏着的是一个特殊的秘籍，算是太古血脉塔额外赠送的一个好处。兄弟，此地的力量也许能增强我的血脉之力，所以这力量我是拿定了。这个额外赠送的秘籍你便收着吧，你来自己破阵，若是你无法破阵，我再来助你。楚风说道。秘籍？什么样的秘籍？王强问道。这个秘籍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的秘籍，最终会根据你的特性转化为完整的秘籍。简单的说，你可以获得一个很适合你的秘籍。楚风说道。我擦，是个好东西啊！王强感叹，确实不错。楚风道，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不能独享。兄弟，咱俩石头剪刀布，谁输了归谁。王强道，怎么还谁输了归谁？楚风完，这不是显得咱俩关系好，互相让吗？王强嘿嘿笑道，别墨迹了，血脉之力归我，这秘籍归你。另外，塔顶还有一个东西，我也想要，那个东西比这秘籍还重要。你若连秘籍都不要，那我还算不算兄弟了？楚风道，乍一听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可实际上我其实也没出力啊。这也就是恰好我来这了，不然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的，我这不是相当于白捡便宜吗？王强是有些不好意思。什么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才是兄弟。这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咱们哥俩一起看到了3份美食，就算是我先发现的，可我也不能自己都吃了，一份都不给你留吧，那我也太不够意思了。若真是那样，那我肯定也没有将你当兄弟，对不对？楚风问道。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点道理啊。王强说道。不是有点，是非常有道理。况且好东西与好兄弟分享，也是有成就感，也是有幸福感的。你别因为你的不好意思影响我获取幸福感啊。楚风说道。行，咱也不是那娘们唧唧的人，那这秘籍我就要了。王强嘿嘿一笑，旋即便开始破阵。本来楚风觉得对于王强来说绝对也不是什么难事，可随着时间推移，楚风也是意识到这件事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过去了足足1个时辰，王强也没有什么动静，可忽然整个大殿颤动起来，无数道气焰自大殿的四面八方浮现，那气焰就如同蜘蛛网一般，一层又一层的围着王强缠绕，但却又没有相互交融。楚风意识到不简单，于是认真观察。原本只是想等到王强遇到难关的时候，自己也有能力帮一帮他，可是很快楚风却面露惊喜之色，这是打造秘技之法。楚风惊叹，